港独四人帮头目黎智英超3亿港元个人资产被依法冻结后，被港媒称为香港国安法一个大漏洞的《苹果日报》也朝不保夕。虽然一传媒高层称不影响运营，但不少员工担心这个月连工资能不能发得出来都是问题。还有一批工作10几年以上的老员工不要遣散费也要离职，与《苹果日报》划清界限。台湾《苹果日报》的纸质版也宣布从下周2起停刊。黎智英离树倒猢狲散的日子不远了。香港特区政府周五通报，保安局局长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对黎智英发出冻结财产的书面通知，冻结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其拥有的3间公司与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保安局通报指出，相关决定是基于黎智英在去年及今年3次被香港警务处国安处起诉，罪名分别为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作出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保安局局长因此有理由怀疑黎智英所持有的任何财产是罪行相关财产，因此有必要依法予以冻结。根据我们的观察，黎智英他可能是很多黑金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在这个时候根据国安法冻结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的股份，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资金，对于彻底瓦解在港的这个反中乱港分子，这个反中势力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于要比依据法律监禁一些人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不是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的个人资产第一次被冻结。去年12月，香港警方将潜逃到欧洲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及其家人的数个账户上的85万港元资产冻结，但香港警方当时表示，冻结相关账户主要是涉嫌洗黑钱。香港立法会议员葛珮帆认为，冻结黎智英财产可避免有人转移资金，做法合法、合情、合理。他认为，黎智英一直以来涉勾结外国势力、汉奸行为人所共知，还押期间已累积多宗案件候审，正所谓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注意的是，有香港媒体拍摄到周六上午，乱港头目黎智英的密友李柱铭及何俊仁到赤柱监狱，这2人称探望了黎智英及其他人，外界预计是在商讨对策。值得指出的是，李柱铭及何俊仁此前也分别被判监禁11个月和1年，获准缓刑2年。但何俊仁每隔20天左右就会到监狱探望一次黎智英，频率相当亲密。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指出，有理由相信黎智英是以何俊仁作为其代理，远距离遥控搅风搅雨。但也有观察指出，在黎智英资产被冻结后，何俊仁探监的频率可能要降低了。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黎智英资产被冻结是预期之内的事情，因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头目，香港国安法针对的就是像黎智英这样的人。陈伟强也表示，这次冻结只针对黎智英的个人资产，但一传媒及被称为毒苹果的苹果日报前景显然不乐观。黎智英呢，他作为苹果日报的一个主要的股东和实际上的控制人，那么他在整个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当中，包括苹果日报的这个作为他一个法人的行为，实际上也有可能涉嫌违反该法。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根据这部法律第31条的规定，它是可以被予以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一传媒近年来财务状况不佳。据其最新公布的业绩公报，该公司上一财年度亏损1.45亿港元，近5年累计亏损16.77亿港元。上一财年裁员194人，目前还有员工2323人。财报还显示，一传媒的经营主要来自黎智英的私人贷款。根据一传媒与黎智英私人订立的贷款协议，一传媒最多可以向黎智英借款7.5亿港元。目前，一传媒对黎智英有5亿港元的欠款未偿还。这次黎智英資產被凍結，一傳媒肯定會爆發資金周轉危機。咁睇一傳媒嘅資金主要係邊度嚟咧？即係如果一傳媒本身佢都係即係賺唔夠錢嘅，咁可能都要係大股東入駐嘅，經常都係咁。例子如果個資金被凍結咧，就可能都會影響到佢哋個資金周轉。如果一傳媒想喺銀行或者係其他方面去借錢咧，而家都相當困難㗎啦。
财务状况差的主因是苹果日报的销量大跌。据统计，每期仅为约8.6万份，也就是每天回笼资金89万港元，每月2670万港元。而苹果日报每月光是开工资就超过了3000万港元。分析指出，苹果日报卖不出去，虽然与香港报纸传媒衰落的大环境有关，但也与其极端偏颇的反中乱港立场脱不了关系。一份报纸谎话连篇，沦为政治工具，自然也就失去了新闻价值，被受众所抛弃。但一传媒高层仍在死鸭子嘴硬。据苹果日报网站报道，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表示，黎智英资产被冻结事件与一传媒集团账户完全无关，集团及苹果日报的运作及资金财务绝不受影响，还声称一传媒不会主动结业。一传媒工会则表示，员工会谨守岗位，继续报道新闻。但有一传媒员工担心，这个月的工资可能都发不出来了。有港媒曝光，苹果日报内部实际上早就开始分崩离析，编采部与管理层爆发内讧。本月4号，编采部有多个部门主管集体离职。消息指，这批离职的都是工作10几年以上的老员工，他们担心黎智英因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被捕后，一传媒的资金链不明，担心个人被公司牵连，甚至被迫卷入黎智英案。有人抱怨，这么多年来，苹果日报要求他们写命题作文，但现在却只让他们小心，到时候坐牢受罪的也是采编人员自己。这些采编老员工要求一传媒主动解散，并向员工提供优厚的提前退休补偿金，但遭到一传媒高层拒绝。还有一些有经济条件的员工宁可不要补偿金，也纷纷辞职以求自保。但在周二举行的安民大会上，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扬言称，决定留下的同事是做一个政治决定。分析指出，陈佩敏这是赤裸裸拖还没有离职的员工与他一起蓝潮。有分析认为，一传媒坚持不解散，原因有2：其一是没钱，或者压根儿就不想给员工发放遣散费；其2，只要苹果日报还在，一传媒就还指望着继续吃反中乱港饭，等待境外势力注入黑金。有观察就指出，香港特区保安局这次依法出手冻结黎智英户口，实际上也是斩断了境外黑金的一条重要输送管道。有港媒测算，通过黎智英黑金网络流入香港的蓝炒资金高达数亿元港币。值得指出的是，此前修例风波中，来自台湾的乱港黑金被称为台水港调，黎智英也是主力。他持有的台湾苹果日报连年亏损，已经蚀本近10亿元人民币，但仍坚持出刊，动机非常可疑。但现在为了香港苹果日报继续苟延残喘，黎智英终于断臂求生。周五，台湾苹果日报突然宣布，从下周2起将纸质版报纸停刊，并裁撤纸媒部门的全部326人，以集中资源发展苹果新闻网。停刊告示将原因归咎于输在广告资源被垄断，输在香港局势恶化，也进一步坐实台水港调的黑幕。苹果日报在台湾一向是与台独势力、与台湾的政治当局是有密切勾连的。它这种一心一意的跟台独势力相勾连，其实它能吸引的读者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看到它出现这个经营上的困难，也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它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的情况下，苹果日报想继续发挥作用也是非常艰难的。同时也就表明，这个黎智英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正在走向没落，但其停刊也没有人同情。台湾舆论指责苹果日报入台18年来，造成岛内舆论苹果化，以及重点关注花边和八卦消息，大量报道血腥、煽动性和色情内容博眼球，风格低俗，带坏台湾社会风气。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台湾苹果日报还赞助抹黑拜登的假报告，此事被美国纽约时报揭露，指责台湾苹果日报涉嫌干涉美国大选。但黎智英则将此事责任全部推卸给其助手美国人马克西蒙，还指责马克西蒙未经允许动用其私人账户的钱。好，新闻你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香港保安局依据国安法冻结了黎智英名下资产，其中包括一传媒超过70%的股份。那么苹果日报会否因此走向末日？您对此怎么看呢？最新一期财报显示，一传媒过去5年累计亏损港币超过20亿元，截至9月。一传媒银行外债累计港币2.6亿元，其中1.68亿将于1年内到期。据苹果日报自行披露，一传媒账上受限制银行结存、已抵押银行存款以及银行结存和现金
全部加起来不过港币2.287亿元，可调用的资金仅有1.91亿。若无法扭亏为盈或者得到新融资的注入，一传媒最多可支撑9到10个月。由于年年亏损，一传媒事实上已经无法从香港当地银行获得贷款。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依靠黎智英的私人贷款书写才得以勉强度日。香港明报就指，黎智英与一传媒签订了协议，承诺向公司提供多达7.56亿港币的贷款，目前呢已经支取了5亿元，而这就是关键所在。黎智英名下财产被冻结，意味着一传媒将无缘剩下的2.56亿元贷款。资金链的断裂一下子从一个9到10个月之外的远虑，变成了迫在眉睫的近忧。一旦引起各银行追债连锁反应，一传媒的破产以及苹果日报的倒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其实问题不在于苹果日报会不会走向末日，或者什么时候走向末日，而是为什么苹果日报至今仍未走向末日。这个诞生于1990年的香港媒体，在以偏颇的报道迎合民粹主义、挑动反中乱港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此前的修例风波之中，外界也目睹了苹果日报如何以重情绪、轻事实的方式，煽动部分香港民众对于港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偏见乃至仇恨。有港媒最近就表示，苹果日报的本质就是一份反中反特区的报章，这样一份以反政府为目标的报章，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容许，就像美国不会容许一份以否定联邦政府为目标的报章存在。但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份报章却可以在香港留存至今。